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假设很多年以后，许多物种都灭绝了，那时候统治地球的文明会如何猜想和考证我们生活的这个当下呢？也许他们会通过书籍了解到黄山有鸟焉，其状如枭，青羽赤喙，人蛇能言。也许会有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对吧？但是这只名为鹦鹉的小鸟就这么实实在在的存在着，不仅存在于当下，更是被记载于成书于3000多年前的《山海经》之中。那上个月 vivo 找到我们，想让我们带着这台全新发布的 vivo X100 Ultra， 借助它强大的影像能力，去追寻古人笔下所记载的神秘的山海经神兽。山海经神兽，面对这个惊为天人的需求，这一拍即合真的不容易。于是我们决定先仔细研读一下《山海经》这本诞生于3000多年前，内容涵盖了上古地理、神话、动物、植物等等诸多方面的上古奇书。那最终我们发现，书里面的珍奇异兽可以分为3种，一种是能完全在当今世界找到对应的动物，第二种是身体某些部位被夸张化了的异形兽，第3种则是像饕餮、穷奇这种由多种动物局部组合而成的缝合怪。有了这些初步了解之后，我们打算先从最简单的神兽开始找起。我将作为先头部队出发，前往西沙群岛海域，去尝试寻找一种和书中几乎一模一样的神兽——文鳐鱼。说真的，如果你翻过《山海经》这本书，你可以去看它，真的挺有意思的。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描述了当时的上古神兽，从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就是真实存在的动物。比如说，它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纹而白首，赤喙，长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那你仔细一想，就是它长得像鱼，然后又有鸟的翅膀，然后夜行，这大概率就是我们目前所熟知的飞鱼。据说飞鱼是暖水性上层鱼类，每当受到其他鱼类猎食或者外部船只惊扰，它就会跃出水面。那说真的，我们很想拍到这种神奇的生物，可是即便经验丰富，曾经多次看见过飞鱼的船长操纵着罗盘，带领我们在汪洋大海上一路漂泊。这摄影师每分每秒端举着设备，随时准备一通抓拍。珊瑚侠老师带着我多次水下搜寻，可是还是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我在水里面如鱼得水，就像海王一样。潜水真的很好玩，非常非常推荐。只是不要带着目的来期待见到什么东西，你就会快乐很多。可怎么办呢？这飞鱼啥时候能出来呢？就当我们以为这次拍摄要告终的时候，事情终于在第7天出现了一些转机。一个极其普通的午后，远处的海边突然闪了一下，掠过了几只小精灵的身影。虽然它们体型很小，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很多，但是它们奋力跃出海面的模样，迅速抚平了我们多日来的惆怅。没错，这就是不甘向命运妥协，振翅飞上天空的飞鱼——文鳐鱼。总算有了一些收获，虽然素材也不算特别好，但好歹有一点。我们原本打算就这么样结束这次拍摄，夜色袭来之时，大家在甲板上围坐，莹莹灯火之下，水面却忽然又掠过几只熟悉的影子。这古人诚不欺我，正如书里记载的，以夜飞，飞鱼具有很强的趋光性。那珊瑚侠老师二话不说，立刻穿戴好设备跃入海中，漆黑如同真空的海水之中，飞鱼扇动着晶莹的翅膀，如同翱翔在宇宙中的精灵。那这一次，我们总算是看清了这《山海经》里的文鳐鱼的身影。就这样，在海上漂泊了整整7天7夜之后，我们终于使用 vivo X100 Ultra 拍下了这第一种神兽文鳐鱼的照片。可是只有一种动物，那当然还不够，我们还想拍到《山海经》中尽可能多的神兽。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发现有很多动物在书里面记载的亚洲都找不到，那以前的古人是怎么发现它们的呢？关于《山海经》到底是介绍了一个多大范围的版图，这个在学术界其实一直是有争论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早期是从非洲迁徙而来的，那大概在距今6万年前有一次这个大移民潮，这次移民潮被叫做走出非洲。
这是多年来致力于山海经研究的黄岳老师，他告诉我们，也许正是在这次移民潮中，人类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延续着这些动物的神话，又或许是我们的 DNA 中早已刻下了祖先们早期记忆的密码。那因此这些动物的真身也许并不在国内，甚至不在亚洲，而是遥远的非洲。那因此我们影视飓风的第一次非洲之行就被定了下来，大家打满了疫苗，立刻准备前往肯尼亚。好，我们现在摄影小分队已经到达非洲肯尼亚了，遥远的地方。我们现在出发去寻找《山海经》里面的动物，一种叫金睛的动物。据《山海经》里面说呢，这个动物是，长得身体像牛，尾巴像马，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说的非洲这里的角马，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寻找了。据《山海经》中描述，金睛生活在母鱼山上，那里有着极为茂盛的草木，为食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而较书中一些怪异的凶兽，这金睛没有神力，显得较为温顺。每年6月份左右，数十万头角马就会作为发起者，带着无数的斑马以及羚羊，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长途跋涉3000公里，前往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我就说我们是欧皇族，我们一来就是我们刚找了半个小时，然后就找到了一只角马。我第一次觉得拍角马是一件挺难得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是5月份嘛，大部分的角马都还在塞伦盖蒂那边，他们要7月中旬过后才会在马赛马拉这边来，所以现在马赛马拉的角马会比较少。没错，居然被我们这么快就遇上了。对对对。眼前这头落单的角马雄姿英发，苍黑的鬃毛在阳光下闪耀着光泽，在天地之间悠然踱步。在2亿像素长焦的加持之下，我们抓住机会，赶紧把这近似金睛的动物收入囊中。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我们的小伙伴们继续驾车驰骋，希望能在这片草原上找到更多《山海经》中记载的动物的踪迹。终于发现猎豹了，非常非常难得。猎豹其实在马赛马拉存活率是不是那么高？因为它会受到狮子啊，还有斑鬣狗等等，它们都会攻击它。而后我们也亲眼所见了草原二哥斑鬣狗的身影。虽然它这个外表真的不敢恭维，但它咬合力却比狮子还要强。但即便如此，比起捕猎，它们却更喜欢去偷抢别人的成果或者是食腐。除此之外，它的生殖系统形状也很奇特，经常被误认为是雌雄同体或者雄性。这也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山海经》里面的另外一种动物，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毛，其名曰类，字为牝母。字为牝母意味着一生具有雌雄2种器官，这与斑鬣狗的特征恰好相似。而斑鬣狗又属于猫型亚目，所以也许它与《山海经》中描述的类这种动物真的有一些渊源。与喧嚣的城市相隔万里，这片野性的非洲大草原仿佛才是这个世界最初的样子。一次次日升月落之间，一声声鸟鸣狮吼之中，迸发着无数在旷野中舞动的生命气息。不知不觉行程过半，非洲小分队已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进展，但仅仅拍到这些还是不够。我们的另外7支摄影小分队也已经出动，在《山海经》学者老师们的建议下，他们分别前往了四川、青海、西藏、福建等多个省市，去追踪更多国内存在的神兽们的身影。为了拍摄红腹锦鸡，我们来到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我现在在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我现在在昆明山一处峡谷的崖壁上。因为身处这种密林里面啊，红腹锦鸡给人的感觉总是有一种不真实感，就是它过于华丽了，浑身非常的多彩，就它行走在林间，你就感觉是从哪下凡的仙子，或者是你感觉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是不是一个童话世界的那种感觉，其实很神奇，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大家知道就是说赤狐它有个尖脸，然后同时它眼睛是斜向下的，我们就很能理解为什么在古时候妲己是由赤狐变的，然后它可以勾走纣王的心。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在最初阅读《山海经》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好奇，为什么古人会夸大，会有一部分像九尾狐一样，动辄长着多条尾巴的生物？以前的动物难道真的就是这种模样吗？它有可能会把这个动物的某些特征放大，比如说九尾狐，比如说九头怪，那它是一种观念的承载。九是古人能够想象的这个最大的数字，而且也是帝王之数嘛。也许这些神兽其实并不是虚构，而是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可爱生灵。经过连日来的蹲守，摄影师们也终于得偿所愿，拍摄到了他们各自的目标动物。哦，真的。海的，我也看到了。也许古人也曾为某种鸟儿五彩斑斓的羽毛所惊艳不已。也许饕餮会以最温顺的皮囊掩饰自己的凶残和贪婪。面对这些形形色色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万年甚至千万年之久的动物们，摄影师们也使用 vivo X100 Ultra 拍下了他们的样照。在寻找山海经神兽的过程中，我们还意料之外地拍到了非常珍贵的画面。这两只通体灰白、体型位居陆地第二位、极为庞大威武的动物，也被山海经记录在册。而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正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后两头雌性北方白犀牛。Najin, she's the mama, she's 34 years old, and Fat is the daughter, she's 23 years old. So by having only the two females, it means that they has no chance to reproduce naturally because we have lost all the northern males. And rhinos, they are being hunted for their horns. There is no important use of rhino horn. And rhino, they have their horns for their self-protection. 2018年3月，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苏丹在欧拉佩塔保护区离世。自此，这个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5000万年的物种中的重要一支，已是功能性灭绝。在肯尼亚的最后一个下午，远方乌云压境，大家在白犀牛墓地度过。大草原上的风带着沙粒吹过，没有人说话。白犀牛们安静地睡在我们的脚边，也不知道下一次再见到它们，会是在哪一侧，如同《山海经》一般的书籍之中。至此，我们所有的拍摄已经落下帷幕。可回到我们一开始阅读《山海经》这本书的疑问，这些神兽到底长什么样？即便我们能推测出它在当今世界的实际长相，我们还是忍不住猜测它们在《山海经》世界里面的样貌。于是我们在这些拍摄回来的样张中选取了8种动物，以照片为原始素材和灵感，尝试复原了古人眼中这8种神兽的原貌。这场《山海经》神兽的复原挑战似乎已经完成，但又似乎远远没有告终。这些神兽到底是什么样，已经永远无法考证，无人知晓。但我们邀请到了央美的费军老师团队，还有众多画师，以多种艺术形态还原了他们心中的神兽。凤凰于飞，它也可以是钢铁的战士，机甲的信仰。九尾狐既是祥瑞昌盛之兽，也可以是孩童心中的模样。你心中是否也有过张开巨口的饕餮？文鳐鱼最终挣脱命运的枷锁吗？关于真的故事，
我们还想慢慢说给后辈听。这些是我们对于《山海经》的想象，而数千年后的人们又将续写出怎样的《山海经》呢？山海有经，古木有灵，这些神兽会一直存在于我们心中，或是远远的陪伴在我们身边。也许它有朝一日也会悄无声息的逝去，而当我们回首望去，当时还以为是历史上平凡的一天。那感谢 vivo 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与我们共赴浩瀚山海，在一次次等待、一次次冒险之中，与世间众多美好生灵相遇。借助 vivo X100 Ultra 强大的影像能力，无论距离多远，我们都能在现代影像科技的加持之下，以轻便迅捷的方式，迅速拍到动物们的精彩瞬间。如今，我们可以将《山海经》当作早期科学或是一种思维的活化石。正如我们满腹好奇、牙牙学语的孩童时期，那是人类发展中不可跳过的一个阶段。而书中那些描述可怖、长相怪异的凶兽，它们或许是真的，又或许是现实中我们内心恐惧还有欲望的投影。也许在此时此刻，在尝试认识和思考这些神兽的我们，已经在心灵上和我们的祖先产生了交流，还有共振。那也许我们当下想象出的这个所谓三体或者那些东西，也是一种新的山海经。放眼未来，一切的一切都等着我们去发掘，用影像去感受其中魅力，这是属于每个国人的山海经宇宙。如果你觉得这些拍摄和绘画都还不错的话，请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后续可以生产一些周边送给你。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见。